大家好，我是张大哥。从新店来的这部 W123，大哥已经完修了。那整个过程呢，大哥处理的第一个就是分油盘，因为它分油盘的出油量是平均。大哥有在这边有做签名，就是大哥要对这个分油盘来负责。第一个我们换了分油盘，整个分油盘的连底座都已经把它洗干净了，火星塞都全部换掉了。至于说它的缸压的部分，我们刚刚有看到影片，它第三缸的缸压不足，就8公斤左右。第二缸好像缸压过高，13、14好像都还不错。但是这缸压问题的话，应该以大哥的的经验来讲，我就不处理了，因为可能会马力稍微差一点，因为第三缸的缸压出力比较小。再来呢，它的分电盘已经完全，分电盘跟打火头都坏掉了，大哥已经换新了。高压线检查都 OK 的，这高压线是没有处理，分电盘跟打火头都换掉了。至于说它这部车子因为是1985年以前第一代的机械喷射，所以我们看到它上面都有调整孔这上面调整孔。我们看到它目前加热阀大哥已经调教过了，加热阀也在正确的泄油压力的状态之中。转速呢，因为现在没有开冷气，所以大哥转速应该把它调整到大概在110左右，因为以热车为准那我就把这个转速稍微调低一点，让转速大概在1100左右在没有开冷气的时候，大概1100左右1100到1050，因为它这个车这个年代的车子它是没有怠速马达的，如果开冷气的时候，它转速会掉了将近200转。大概就在800左右，一般来讲都是应该在850转以上，因为
它今天入档的时候没有带出马达辅助，它也不会提速，所以开冷气的时候，热车开冷气为准，应该在850转。等一下大哥来开冷气来看看。OK， 那我现在去开冷气，我们看转速会改变多少。OK， 大哥现在开了冷气了，我们看转速回到840左右，830啊，稍微低一点。大哥的要求是用在开冷气热车是850，所以我这边就逆时钟再转一点。OK， 好，大概在850、860。那再来我们来看到它的这个泄油压力啊，在临界值。那个右下角这小数字2.1，那是代表它这个汽油泵打过来之后，从分流环回流的量只有2.1这个已经在临界值了，代表说它油箱有堵塞的状况，它出油并不顺，要不然的话就是汽油泵的力量比较差，那有可能是因为老化的关系，不过应该是汽油泵不应该是油箱回流留下来的量比较差一点。好，我们来试着做加油。高速是算非常顺畅的。我们再来车内。我们到车内来做个热车的启动看看。OK， 现在水温已经到90度了，80多。大哥关掉电门，红火，重新启动。目前是在开冷气的状态。大哥把冷气关掉。我们关掉电门。热车启动，试试看。我这一点就着了。那这部车子因为它的住家是在新店的山上，所以说他每天开车回去的话，会经历一段爬山的过程，每次都很辛苦，因为车子状况不佳，马力也不足，现在终于已经把它搞定了，希望说他能够有愉快的上下班能够愉快的开车回家。目前我们来看它这个吸油值现在是2.5，是大哥从外面接过来的。排气管的吸油值2.5，在很漂亮的范围以内。如果以2.5的话，现在是在2.5、3.5之间，可能中间值应该在2.5到3之间。因为他们这个年代的车子的吸油值，厂方要求是1.0，在800转的时候，那应该以吸油值来换算的话，现在回到2.2了。那回到2.2的话，如果以含氧量换成吸油值，验车的吸油值，这部车是1990年代以前的第一期的验车标准，吸油值要在4.5以内。那以目前是2.0的话，换算成吸油值，应该已经接近了1%的吸油值，也就是已经接近到它原车它所要求的这个吸油值的范围了。其实宾士老车的气缸体都很耐操的。最主要都是因为油路堵塞，经过30多年油路堵塞，造成油路不顺、启动困难，爬坡无力，怠速不稳定。那我们现在来看看吸油值已经到1.9了，所以这状况就非常好了。那还有这部车子我们也换了蓄压器，因为蓄压器这么多年代，它一定是漏油的，所以几乎每一部车子到大哥这边的话，蓄压器都会被大哥换掉，因为都已经漏油了，那会造成残压不足。等我们热车要重新可能买个 7 买个东西回来重新启动，可能打了好多次，那个就是因为残压不足了，造成我们启动困难。那今天我们的
测试项目就到此结束，好，拜拜喽。